海到底有多深？海里到底有什么神秘生物？人类为何下到海底深处会产生幻觉？是什么力量在阻挡我们探索大海？中国12生肖里的龙是否真的存在？你知道吗？登陆月球的人比进入深海的人还要多，入海居然比登天还要难，这是事实。美丽的海洋表面之下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连5%都不到。今天黑土带大家潜入11034米的海底，探寻那漆黑冰冷的神秘世界。有深海恐惧症的人慎重观看。一头扎进海里，下潜1到3米是我们人类游泳的正常深度。如果不借助潜水设备，我们下潜到超过3米往下，随着水深加深，压力也会逐渐加大。超过3米，明显会感觉到耳朵不适，普通人也只能在这个区域内游泳。再往下30米处，你会看到大片的珊瑚礁，还有各式各样的鱼。40米，如果下潜到这个深度，巨大的压力会使你出现头晕目眩、关节疼痛的症状。如果继续下潜，会有生命危险。70米，这里是鲸鲨的地盘。鲸鲨是所有鲨鱼里个头最大的鱼，体长能达到20米。你如果下潜到这个深度，就会出现幻觉，因为海里的压强和陆地不一样，人在海中所能承受的压强有限，一旦超出了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会出问题。100米，到这里你会看到一种非常大的章鱼，长达6米，并且可以像变色龙一样的自由变换自己身体的颜色。见到它，我才知道星爷电影里的大乌贼并非无厘头喜剧，这种大型的鱿鱼原来真的存在。大乌贼曾多次在日本搁浅，据传很多日本人也迷信地认为这种大鱿鱼的出现预示着会给日本带来灾难。200米，超过200米就到达深海区，这里的水流速度缓慢，高压无光，水异常的冰冷。由于距离水面太远，不透光，所以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这里几乎不会生长什么植物，按理说这里是不适宜动物生存的。可大海的神秘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在这阴暗冰冷的200米处，生存着一种名为黄带鱼的物种，体型最长可达15米。据相关记载，每当黄带鱼浮出水面，当地紧接着就会出现地震或是海啸。在很多传说中，黄带鱼的出现都是不吉祥的征兆。由于外形跟中国12生肖里的龙有点相似，也被很多航海人称为海龙王，恶魔的使者。300米，这里是这种怪物的栖息地，它的身材巨大，学名干式巨螯蟹，一条腿就有2米长，曾在日本附近海域发现，日本人称它为蜘蛛蟹。由于其巨大的体型，曾被怀疑受到了核辐射变异而成，后经过测试发现并没有发生变异的状况，这玩意儿天生就长这么大个儿。你如果有幸在海上遇到它，那就准备500米，这里是目前海里已知最大的 BOSS 蓝鲸的下潜深度。蓝鲸这个东西大家都熟悉，它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大的动物，体长最大能到33米，体重180吨，单是一条舌头就有4000斤重，哥斯拉都得让它3分。这玩意儿你用什么锅才能装得下？同样，它也是世界上叫声最大的动物，蓝鲸一声吼能传播到3000米开外。900米，下潜到这里，你会看到10几米长的大鱿鱼，学名大王乌贼。早期渔民捕鱼时，曾用这种巨型章鱼浮出水面，因为长相特别吓人，一直被渔民当作海怪，还给它起了很多杀气腾腾的名字：暴龙鱼、恶魔鱼、蛇鱼。1000米，这里就属于海下的深层带了，也就是半深海带。这里完全没有一点阳光，到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这里的生物由于受不到阳光的照射，眼睛普遍都退化，甚至有些鱼自己身上进化出照明设备。大概是因为谁也看不清谁的原因，这里的动物长相也都比较随意。1300米，唐僧师徒曾经做过的海龟可能就在这里。这里是海洋里最大的海龟——鳞皮龟的下潜深度，它最大体长可达3米。这种龟虽然个头大，但是性情非常温顺，主要以水母为食。
由于它们无法分辨海中的水母和人类丢的塑料袋，经常会误吞，导致数量特别稀少，被很多国家列为濒危物种，属于1级保护动物。1500米，在幽暗恐怖的深层带，你会见到身上发着亮光的葵鱼。这种鱼只可远观不可近看，因为长相太吓人。不过它还不是这个深度长相最狠的，最狠的要数得上这位了——史前生物宙塞鲨。你别看它长得算不上很哇塞，这个物种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8000万年，迄今为止人类只见过它2次面。这种鱼的具体寿命至今仍是个谜。2000米，这里有一种如幽灵般的深海龙鱼，什么金龙、红龙、银龙，在它面前都是弟弟。它是一种特别凶狠的捕食者，但是那满嘴的獠牙就够吓人。这种鱼体型不大，但是在阴暗无光的深海处如幽灵般存在。它的身上自带发光器钓饵，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吸引猎物。3000米，这里是赫赫有名的抹香鲸可以到达的深度。抹香鲸之所以叫抹香鲸，是因为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干燥品，这个干燥品会发出淡淡的香气，也是各大高级香水的配料。由于获取难度相对较大，这种东西的价格特别昂贵，据说跟黄金的价格差不多。3700米，这里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地，它已经在这里待了100多年。5000米，这里就到达海下的深渊层了。这里的水压大得可怕，温度几乎接近冰点，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是它的栖息地。它叫尖牙鱼，恶狠狠的长相跟黑暗恐怖的深渊层相匹配。7000米，这里是中国蛟龙号的下潜深度。8000米，这里是目前发现有鱼类生存的最深处。按说在这个深度生存的物种都应该是那种张牙舞爪、外形相对恐怖的鱼类。然而在深达11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水下8000米处，发现了这种半透明的小型鱼类。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承受的压强相当于1600头大象站在它的身上，可它们依然能活动自如，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再往下11034米，这里已经到达人类已知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海沟深度大于珠穆朗玛峰海平面之上的高度。至今为止，下潜到海沟深处的人只有7个，中国人有3个。据其中一位下潜者名叫卡梅隆的导演描述，下到海底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像月球一样荒凉，没有发现任何动物在这里栖息。上面只是我们人类已知的海洋最深处，整个大海我们人类探索到的才不到5%，但就是这5%，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大海的浩瀚与神秘。就像大海里的巨型生物，如果没有科学家去探索它们，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它们的存在。还有中国古籍《山海经》里描述的异兽，其中山经5卷，海经13卷，明显海里的异兽要比陆地上多，这也符合地球上的地理结构。里面描述的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兽，让现代的人看起来很难相信，包括中国12生肖里的龙。这些我们人类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通通归结于神话故事。人类如果没有见过深海里长达15米的巨型章鱼，它们自然也会被列入到神话故事当中。对于未知的事物，我们一定要心存敬畏。